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讲到微型投影机，你觉得这种小型的投影机，它最关键、最重要的点在于哪里？我觉得是要操作方便与设定方便。因为当你今天这种微型投影机，它操作起来很麻烦的时候，其实跟你用那种大的投影机啊，或是你直接壁挂一台电视，你在定点观看，那还比较省事嘛。所以呢，如果当今天一台操作很简单、摆放也很简单的这个微型投影机，它也能兼顾画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台完美的这个微型投影机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开箱目前在这个蓝色转盘上旋转的非常就是亮眼、外形亮眼的这个 LG 所最新推出的 Cinebeam Q， 官方给它一个代号叫小银河，那同时还有一个比较难记的原厂代号叫 HU710PBO。那这款微型投影机呢，我觉得它就可以说是兼顾了这个非常方便的操作性。以及呢，同时还能有一定画质水准表现的心目中完美的投影机的啦。好，那很多人听到LG 做投影机好像没听过，其实他们在以前就有做过这种，我记得那时候价位做比较贵的10几万的，但台湾好像没有进。就我以前我看国外报道的时候有看到，那你看到一般的微型投影机，一般的那种短焦的投影机，在那个时间点，它都是那种大台的，可能就像你现在看到我左边的这种纸箱形状的这样子，它做的比较宽。但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就是 LG 它的那一台的Cinebeam， 那时候它那个系列是做类似像柱状的，那这应该请小编上一下以前那个产品图，就是它利用一个反射的结构，它可以同时可以放在地面上，然后打向萤幕，它同时也可以直接躺在桌面上，然后用斜的角度打向萤幕。然后它的外形，我记得那时候我看到就觉得它跟一般的投影机来讲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最核心的关键有一个啦，就是 LG 他们在做投影机，甚至我觉得他们在做整个家电、做电视的时候，它最核心的思想就在于说，希望能够融入你的一个生活，所以它就是其实从它的各个的 slogan 都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各个的产品就想让你的生活更便利，然后让产品融入你的生活，而不是去改变你原本的一个生活习惯。好，那我们现在介绍这台小银河它的一个外观哦。首先在体积的部分，它的面宽13.5公分乘13.5公分，深度是8公分。那这个要怎么用一个具体的东西来形容呢？你看像一个吐司，其实一个吐司12公分乘12公分嘛，所以你想象一个吐司，然后它的深度呢就是一个 iPhone 15再装上手机壳之后，这样对一下，那就是这台小银河它的一个深度与这个体积了这样。所以呢，一个吐司配上这个 iPhone 15装壳的一个厚度，然后重量1.5公斤不到，所以拿起来基本上你不管是男生女生，一只手都很好把握。好，而且外观部分我们会看到非常，首先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它的一个提把，其实它现在在桌面上变成我弄成一个调角度的一个算是垫材吗？怎么讲？这个东西呢，它平常可以当把手。但是如果你需要调整角度的时候，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工具。那它转起来的感觉，我觉得也不会很松，是有一定的阻尼感的。我觉得这个把手，当然它上面还有一个防滑的材质，整个摸起来质感，我觉得是非常的加分。然后也因为它这个调整角度的关系，所以像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投影机的角度不够啊什么，我就要去拿假如卫生纸啊，甚至我要去拿一些书本来垫嘛。那你有这个把手，其实你可以很好的、很方便的去调整角度。甚至你要打向天花板，可能都不会是很困难。好，那接着呢，在它机身的正前方呢，就是一个玻璃面造成的这样镜头啦，然后我觉得看起来其实是非常有质感的。然后呢，在它的两侧以及上方呢，就是一个银色金属的包裹。那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对于它的散热来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觉得，也许它金属机身或散热结构做得很好，其实它整体的风扇声音是非常不大，就是你用它看很久，像我那时候用它晚上看了一部电影 Netflix， 其实我基本上我是没有听到什么样的一个风扇声音的，跟很多投影机比起来。好，那在它的后方呢，就是它的一个输入孔跟进气孔了，这样输入孔非常简单，一个HDMI 的这个输入。那同时呢，也支援这个 EARC 的功能，你没有听错，所以它是可以接一个 soundbar 的。那当然，一般这种微型投影机，它会放在假如说你坐在沙发上，还放在你前方的茶几上嘛，所以你再接一个 soundbar， 显然讲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救急的这个剧院魔人呢，
Sony 它有出一款叫做无线式的 HT-A9 或是 A9M2， 它只要再接一个那个所有的声音都回传给它一个控制器小黑盒就可以了。所以呢，你可以在茶几上放一个这个小银河投影机，然后再放一个这个 Sony A9M2 的发射器小黑盒，然后你把喇叭布在你的四周，你就可以享受一个怎么讲，就是十几万的一个100寸的大萤幕的电影院级的享受这样子。好，那接着在底下呢，它有一个充电孔，那你可以用这种传统的充电器去充它，这个也是你配件里面你会有的。那但是呢，它另外还有一个 Type C 接孔。Type C 接孔当然你可以一样，就是假如说手机啊接 Type C 的线传输画面给它，但是你也可以拿来用来充电，或拿应该这么讲，就是拿来插电，因为它本身它是没有任何电池在里面的。好，那讲到没有电池呢，可能很多观众就会说，那么贵的机种，这4万多块出头，没有电池，这感觉好像有一点弱。其实我以前我会觉得说，微型投影机好像有电池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现在投影机越做越亮啊，其实你的电池续航来讲，可能撑个2-3个小时也就没电了。那你想想看，你也不可能说你每天在看电影，只要架设它之后，你看完它你就去充饱电嘛。所以有电池的投影机到后来，也许你看一部电影中间还是要去插电。那我觉得，所以到头来，微型投影机插电与否，我觉得就是有没有电池，我觉得这倒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在以前我会觉得很重要，但是在最近我重新思考一下，我觉得也许没电池也是可以接受的。好，那这个 Type C 呢，它需要这个 PD 65瓦的一个充电，不管是充电座或是行动电源。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可能很多人对于这种行动电源用在投影机上面没有一个概念。以我之前试过的这种2万 mAh 的这种紫米行动电源来讲啊，其实以很多人问说要怎么去换算，他们这2万 mAh 其实2万毫安时。你想想看，2万毫安时等于20安培嘛？他们测试的时候，我记得是3.7伏特，所以20安培乘以这个3.7，其实它的等于多少？236，就是简单来讲，如果你用一个这个65瓦的功率来看的话，其实也就是看1个小时多而已。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要看到2-3个小时以上的话，其实你要准备的行动电源是要非常大的，这点要跟大家稍微提一下，这样子，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有 Type C 啊，有快充，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用行动电源简单小颗去用它看很久呢？其实不是，你要准备到可能到这种非常大颗的才能够你看2-3个小时哦。好，那接着我们讲完了它的这个输入口嘛 ，HDMI， 然后变压器，然后讲到它的这个Type C 接孔。那无线的部分，其实它支援了这个WiFi 功能。当然，因为你很多时候这种投影机你不可能插网路线，所以它有 WiFi。那有 WiFi 之后，它也支援这个 AirPlay，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手机的画面直接投影到这个小银河上面。那当然，如果你说这个拿来当简单的来当会议简报的时候拿来用，就也不是不行，就你自己在家里面把它看完电影之后，假如说你上班想要拿来做简报，小的会议4-5人，我觉得也还是 OK， 加上它画面其实还蛮好看的，所以如果来做简报，有时候可能效果也还不错。好，那讲到它的无线功能讲完之后，它另外还有一个蓝牙功能，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为什么蓝牙这个功能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它的外观的时候，它的2侧的造型呢，你会看到它在它的把手的连接处，那这个有一个金属圆盖，然后开了很多的网孔，其实这个就是它的喇叭。我记得它的功率是左右各3瓦吧。但坦白说，实际上我觉得小银河的这个喇叭听起来是有点惨不忍睹的。就是如果我的话，我非常建议你，就是因为小银河投影机它有支援蓝牙的功能，我非常的建议你再用一种那种，假如说以 Sony 来讲，它的新的这个ULT 系列的蓝牙喇叭，4000块不到，我觉得搭配下去，整个低音啊、人声的效果就非常的好。就是它原本这种小银河的蓝牙喇叭，我觉得坦白说，你听起来是会有点不够的，就是尤其你买那么贵的投影机，然后你想享受一点好画质，它那个声音就是，假如说你真的不行的时候，它可以当做一个电档使用。但如果想长时间享受一个效果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要买一个蓝牙喇叭。那很多人说蓝牙喇叭用起来会不会延迟呢？其实我用过很多的一个不管电脑、笔电或者是一些投影机，
他们在蓝牙连接的时候是会有点延迟的，没有错。但是这款Cinnabon Q， 我在连接不管是 Sony 的蓝牙喇叭，或甚至 Sony 的1000XM 蓝牙耳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延迟是基本上我感觉到没有什么延迟啊。加上它自己机身本身在于延迟的方面，它有一些设定，有一些细部的设定，其实你是可以进 LG 的那个选单去做调整的。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刚刚讲到LG 的选单，基本上小银河它的一个操控界面啊，如果你有用过 LG 电视的话，你一打开，你就会发现，这根本就是 LG 电视嘛，没错。基本上这个Cinnabon Q 它就是直接把 LG 电视的操作界面移植到了这个Cinnabon Q 上面。那我必须要讲的是说，其实以现在的一个操作界面来讲啊 ，LG 他们家的确在美观、反应速度，在操作上都是做的非常没话讲。讲到操作，其实它原厂会附上一个这个白色的遥控器，这个就是你在开这个小银河的时候，你可以去操作它上下左右啊，就跟电视遥控器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另外必须要讲一个缺点，就是说，我看很多人在讲说它这个遥控器的材质觉得不够奢华，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材质，我觉得是反应速度。它这支遥控器的反应速度，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没有那么的跟手，没有那么的反应迅速。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因为它的这个小银河的界面是把 LG 电视的搬过来嘛，所以你同样可以用这个 LG 他们家的 SYNQ APP 来当做这个Cinnabon Q 的一个遥控器，而且它的反应速度呢是非常令人觉得反应迅速、丝滑有比，就操作起来我觉得只有一个爽字可以形容啊。好，那今天我们讲到最后呢，还要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它的整个的开机的速度跟关机，我觉得也比我之前玩过的一些微型投影机来讲，来的快非常多。就它的开机，它原厂写12秒吧，我自己开起来我也觉得，差不多。就是你可能用某些可能 Sony 家的电视，可能开机，还感觉比较久这样。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它的整体的一个操作，它的外观，它的接孔的支援性，在这个价位，当然我必须讲一个很关键的点，在于说，现在很多的投影机啊，大陆品牌的，它是不能直接看 Netflix。我觉得这是一点蛮关键的，因为很多人说是因为没有付授权费。那当然像 LG 啊、三星这种大厂的投影机，他们是跟电视一起去 share 那个授权金的话，他们是可以直接看 Netflix。那这时候又会有人说了，那你不能看 Netflix， 你可以在外接一个 Apple TV 或接一个 Chromecast 啊。那我就回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你微型投影机啊，你又外接了行动电源，你又接了这个也许是 Apple TV， 你又接了一个这个 Chromecast， 你有 Chromecast 的遥控器，你有 Apple TV 的遥控器，你有这个机器本身的遥控器，那这样你用起来其实好像没有很微型，好像没有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这个 Cinnabon Q 它可以直接用看 Netflix， 然后还有你最新的，假如说HBO Max 或者是 Disney Plus， 然后 YouTube。就是这些操作起来，甚至你可以用你的 SYNQ APP 用一些语音的功能，让它在 YouTube 上去进行一个语音搜寻。我觉得这都是不管是大陆品牌或是一些其他品牌投影机他们所做不到的这样子。好，那讲完它的一些软硬体的规格，那我讲到很多人关心的就是说，那它设定起来摆放会不会很复杂？其实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刚刚一直都没有提到这台机器的一些摆放或什么的？因为我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它都全自动的。什么意思？就是它自动的梯形校正、自动的侧投影修正，然后自动的对焦。所以简单来讲，你拿到它所需要做的设定，就是插上电、开机，对它摆着你要打的方向，它就自动会弄出一个这个规矩的方形给你。而且我必须要讲的是说，它的反应是非常快的，它那个反应就是就是跟你那个摆动的方向几乎是你一摆过去，它马上就跟；一摆过去马上就跟，是。这真的我觉得要录影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种你方位在动的时候，它的那个对焦跟变形状的速度几乎是非常迅速的，就是你感受不到拖沓这样。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它的一些操作没什么好讲，就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滑顺。好，那最后还要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它是一台 4K 的投影机，就是很多价位在这附近也许有 4K， 那也许有的还只有做到 Full HD。但是呢，我必须要讲的是说，在投影机它有一些参数，假如说你看到它讲说它的色域它是超过这个
DCI-P3有多达到这个154 DCI-P3的一个色域，但是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的是说，这个有时候算是一个很怎么讲很 tricky 的讲法，因为呢，你比这个 DCI-P3多154的这个颜色呢，这个代表说是在讲颜色的这个色域包含的面积，你没有讲说你的这个面积里面有没有包含到 DCI-P3所有的颜色。对，所以呢，这个讲法我觉得，实际上是有点算是行销类的名词啦。但是我觉得很直观的来讲一下，这台的画面的感受。首先，它的一个亮度是500 ANSI。那在以前我看到投影机，可能这个价位500 ANSI， 我会觉得亮度其实是有一点不够的。但是其实我在看完实际的画面之后，我觉得，这台投影机重新给我改观，就是500 ANSI 画面也看起来那么好看。那当然，我觉得有一部分是颜色，那有一部分还是 LG 的调教的关系。然后呢，它的一个投放比是1.2:1，很多人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说投放比到底是什么一个东西哦。那我简单跟大家讲，你就想成它在2米的距离可以打给你宽166公分的这个75寸电视的画面。那如果你对于它多少距离可以打多少宽的画面、多少寸的画面没有一个概念的话，我跟你讲，其实 LG 他们官方也很贴心，你在这个 Cinebeam Q 的一个官网，它有做一个这个距离与画面的模拟器，它同时呢有一个这个俯视图，同时还有一个算是正视图嘛，就是你在移动投影机的距离的时候，你可以得到你的画面有多宽，你的画面有多高。所以基本上你在2米可以得到75的画面，那你在2米大概我记得2.2米的左右，你可以得到一个就是我记得2.2米，你可以得到一个98寸的一个2.2米是85寸吧，然后我记得你要到2.5米、2.6米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98寸的一个大画面这样子。但实际上距离就大家再去他们家官网玩一下这样子。以我来讲，我觉得大部分人在室内打个因为你会有沙发有茶几嘛，所以你打个75寸到85寸是没有问题的。这台声称最大可以打到120寸，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看、亮度比较 OK 的，可能达到98寸，那这个感觉就差不多了这样子。所以呢，要我实际形容它的画质的话，我觉得用一台电视他们家的系列来形容是最合适不过的。就是你去现场看那个QNED86 系列的机型，就是我觉得它的画质跟 QNED86 来讲，其实如果全关灯的状态下是差不多的。那可能有人就会讲说，那这台其实它也跟65寸的 QNED86 可能也差不多钱啊。但你要想一下，它是可以让你，假如说你今天你租房子的话，它的这个电视是没办法随时拆的，但是它可以随时搬走去看，而且它可以达到75寸、85寸，达到98寸。如果说98寸的电视，现在随便一台应该10几万、20万都要吧。所以我觉得尺寸来讲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这样。好了，所以讲了那么多，我觉得首先要让大家看几个这台Cinebeam Q 的一个画面，然后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最后的结论。Oh, look at this. This is a good one. Some suggest that Parker's powers include the male spider's ability to hypnotize females. Stop, come on. Yes, my spider lord. Can we just stay up here all day? It is so crazy down there. That's right, folks. Spider-Man is in fact Peter Parker. Listen, I did not kill Mysterio. The drones did. The drones that are yours. Does any part of you feel relieved about all this? I see that look upon your face, something my mind cannot embrace. If I keep staring, then I might have to start to walk your way. I wanna hear what you would say. You got high standards, and I do too. 'Cause all those girls know what you need, but I know, the way to make sure you never leave. If I come close, baby, would you like that? If I give some, would you give it right back? If I show you. 好，那我们看完Cinebeam Q 的一个画面之后，我们就要来个结论了啦。就首先，我觉得它在体积上非常的小巧，
然后它的一个把手帮助它在不管是在携带上或是摆放调整上都来一个非常的方便。那在它的 HDMI 的音讯输出的部分，它也支援的非常的到位，所以以后如果有那种无线式的音响出现，它就可以无缝衔接。那 Type C 的充电与普通变压器的双充电的选项，我觉得也给消费者一个更方便的选择。那我觉得当然核心最重要就是它的这个 LG 自家电视的操作系统移植到这个小银盒上面，所以让它不管是开机速度、整个反应速度，甚至用 SYNQ APP 去操作它的时候，你还可以用语音的功能，就是整个操作起来跟电视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在目前市场上，我相信应该是没有厂商能够做到如此好的一个就是投影机操作系统的感受这样子。那在画面的部分呢？当然说500 ANSI 它很亮吗？我觉得也许在一般打65、75寸、85寸的时候，这个感受是非常不错的。加上它的颜色的表现，我觉得跟他们家的一个中阶电视也还看起来还 OK。那当然你用这台的时候，你不会用布幕，你是直接打了一个白色的墙面嘛，所以它的暗部表现当然没办法像同阶级的电视那么好。但是我觉得你要考虑到微型投影机它的大部分使用场景是什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租屋族，因为你挂一台电视，你可能明年再过1年就要搬家了嘛。那你买一台，很多客人我常遇到租屋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租房子，其实我电视第一个我不会买太好的，因为我带来带去，这个万一弄坏怎么办？那第二个就是说，你搬家的时候，你便宜的电视好了，你65寸、75寸，你没要买大的，你知道吗？因为你买到75寸、85寸，那个搬家你光人家帮你搬，那个人家不把你弄坏，他就要开出一个费用出来，那你装又很贵。那当然，最后第3点不用说，有些房东他根本就不准你钻墙嘛，那不准你钻墙，你买电视自然也不会买大的，因为你43寸、55寸，你买到65、75寸，以作坊来讲，台湾地震比较多，可能一个地震下来，你的好电视又整个就报废了这样子，所以租屋族他其实很适合这款产品，因为它好携带、好方便、好架设。那自动对焦、自动侧头修正，然后整个的操作系统很流畅。价格你说跟同阶级65寸电视来比，可能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它可以就是在家里面的任何角落，假如你在客厅、你在房间，甚至你周末想要去女朋友家玩，你想带这个投影机跟她一起看，也是 OK 的。那第二个当然就是露营的族群啊。露营的族群呢，在电源供应上面，你可能要想点办法。但是你想想看，它有的 Type C 的这个充电的输入，那或者是说你可以用变压器，这个 Type C 拿来接应你的手机来做影片的播放，我觉得那也是很方便。然后最重要就是它的体积很小，所以呢，不管你是露营还是居家使用，我觉得这台投影机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如果你预算有达到这，然后你渴望一个真正方便的好画质的微型投影机，那我觉得你可以直接买这台 LG 他们所推出的新的 BenQ 微型投影机。好，那我是 Alan， 如果你对这台投影机有兴趣，可以直接来我们麦斯音响看看，或是呢可以在我们官方 LINE 或 YouTube 底下询问更多关于这台小银河投影机的问题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